每个人对引力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引力就是能让所有物体往下坠落的一种力，也有人认为，引力是时空弯曲的一种表现，也有人认为，是时间产生了引力，甚至有人认为，引力是来自实维的产物。虽然每个人对引力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引力是在4大基本相互作用中最特别、最神秘的一种力，以至于引力很难被统一起来。甚至有许多人探讨引力到底算不算一种力，是不是一种幻觉。所以本期视频将会把引力分为8层理解，并且为大家深度解析引力的本质。第1层，所有物体都会往下坠落。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发现到了所有物体会往下坠落。当然了，亚里士多德也不是第一个发现自由落体这个现象，不过他是最早尝试解释自由落体现象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物体都会被地球中心吸引，所以物体才会坠落。不仅如此，他给出了自由落体的一个特性，那就是物体越重，其坠落速度就越快。举个例子，在同等高度下，一颗铁球会比一根羽毛更快落地。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很符合我们的直觉，以至于他的说法流传了近2000年，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第2层，所有的物体坠落时间都一样。1590年，据传言，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实验。他将2个重量不同的球体从相同的高度同时扔下，最后他发现到2个铅球同时落地。这意味着自由落体现象与物体的质量或重量并没有任何关系。这推翻了第1层的结论，也就是物体越重，坠落速度就越快，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虽然当时候的伽利略解释不了为什么2个不同重量物体的坠落时间会是相同的，但是他能解释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物体的坠落时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空气阻力影响了物体的坠落速度。空气阻力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比如空气密度、物体速度以及物体的表面积都能决定空气阻力的大小。举个例子，一张纸和一团纸有相同的质量，但是一团纸比一张纸坠落得更快。这是因为一张纸的表面积比较大，受到的空气阻力比较大，所以坠落得比较慢。如果我们在真空中做自由落体实验，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与伽利略相同的结论。不仅如此，伽利略还发现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物体坠落距离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这意味着物体每秒下落的距离会按照时间的平方递增。举个例子，如果物体在第1秒坠落了5米的距离，那么该物体在下一秒会坠落15米的距离，在下一秒会坠落25米的距离，以此类推。这意味着自由落体是匀加速运动。伽利略的发现推翻了统治近2000年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理论，并为后来牛顿等物理学家对引力探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用科学方法来描述引力这个举动对物理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因此伽利略也被称为现代物理学之父。第3层，万物之间存在引力。其实第1层和第2层的说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没有给出自由落体发生的机制，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自由落体会发生。当时候的人们只是给出了自由落体的特性以及计算自由落体的距离、时间和速度的方法。不仅如此，当时候的人们甚至一度认为月球围绕着地球公转以及自由落体是完全不同的现象。1687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就包括他的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认为万物之间存在吸引力，苹果会往地面坠落，是因为地球吸引了苹果。这解释了之前提到的自由落体现象。这意味着物体不仅仅可以往下坠落，也可以向左、向右、向上坠落。举个例子，假设地球消失了，那么两个物体会因引力而吸引到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个物体正在互相坠落。所以自由落体这现象不仅仅是向下，而是全方位的。不仅如此，这个引力的大小是可以通过公式定量的计算出来的。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之间引力的大小与它们的质量成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说，物体的质量越大，物体之间受到的引力就越强。此外，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越远，物体之间受到引力就越弱。如果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万有引力定律是遵从平方反比定律的。举个例子，当物体之间的距离增加2倍后，物体之间引力的大小会减小4倍。这其实不难理解。我们可以想象引力场像个球体一样从一个引力源扩散开来。由于引力的强度与球体的面积成正比，所以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就是为什么引力遵从平方反比定律。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其实这个平方反比定律证明了我们处在3维空间，这是因为引力是随着球体的面积而衰弱。如果我们处在4维空间，那么引力就会随着球体的体积而衰减，以此类推。这个东西大家先记着，最后一层的时候会再和大家聊聊这个东西。回到正题，牛顿的万有引力也让质量和重量有了不同的定义。所以从牛顿的时代开始，质量被定义为物体所含质量的多少，而重量被定义为物体承受引力大小的度量。简单来说，我们的质量是不变的，但是我们的重量在不同的星球有着不同的数值。不仅如此，万有引力也告诉了我们月球围绕着地球公转以及自由落体这2个现象从本质上是相同的物理现象。因此，牛顿对引力理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现代的航空航天依旧是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以及计算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统治了几百年，并未受到任何挑战。第4层，物体的坠落时间一样是因为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刚才在第2层就已经提到了不同质量的物体的坠落时间是相同的。然而，以上3层并没有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幸运的是，有了牛顿万有引力公式，我们就能解释这现象了。在解释这个现象之前，这里大家必须严格区分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它们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惯性质量指的是加速一个物体到底有多困难，而引力质量是指物体受到的引力到底有多强。所以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我们可以来解释自由落体这个现象了。首先，我们有牛顿第2定律的公式 F 等于 ma， 这里的质量 m 指的是惯性质量。接下来，我们有万有引力定律公式，这里的质量 m 指的是引力质量。坠落中的物体可以受到很多种力，比如引力和阻力。不过在自由落体中，物体只会受到引力，所以我们可以把这2种力给相等。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如果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这2种质量就能够互相抵消。那么物体的加速度只取决于万有引力常数、地球的质量以及物体离地球中心的距离。这解释了为什么不同质量物体会同时落地。当然了，其实不用公式我们也能理解这个现象。根据万有引力定律，
质量大的物体受到的引力比较大，按理来说会坠落得比较快。然而，由于该物体的质量比较大，比较难被加速，所以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就有了所有物体的坠落时间是相同的这个结论了。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这个理论也被称为弱等效原理，这为后续的广义相对论埋下了伏笔。第5层，引力不是力。刚才第4层的说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先假设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再得出不同质量物体会同时落地这个结论。然而，这两种质量并不一定要相等。如果惯性质量大于引力质量，那么质量比较大的物体会坠落得比较慢。反之，如果引力质量大于惯性质量，那么质量比较小的物体会坠落得比较慢。事实上，自然界并没有任何义务让这两种质量相等。然而，从伽利略的时代到现代为止，无数的实验证明了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而目前的实验精度在10的负15次方内证明了弱等效原理。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的等价性困惑了物理学家们长达几百年，直到1907年的有一天，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坐在位于伯尔尼的办公室中，突然有了一个自己都为之震惊的想法。随后他回忆道，如果一个人自由下落，他将不会感受到自己的重量，就像宇航员在太空一样。后来他将此称为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思想。这个想法创造了新的引力理论，而这个想法就是爱因斯坦的等效原理。这才总算解释了为什么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相等。爱因斯坦认为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绝非偶然，于是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实验。我们无法判断自己处在以下哪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火箭在无引力场的太空中以加速度矩运动。第二种情况，静止的火箭在一个引力场强为极的星球表面。第一种情况是由惯性力主导的，而第二种情况是由引力主导的。由于我们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区分加速度和引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引力我们可以理解为地球表面就像火箭一样，以加速度计向上运动。假设有一个人从高楼坠落，站在我们的视角来看，就是那个人受到了地球的引力往下坠落。但是对于那个人而言，他可以认为自己是静止的，是地球正在加速向上运动，并带动着其他物体跟着向上，所以他可以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引力。让我们回到羽毛和铁球那个例子，是羽毛和铁球受到引力后坠落并同时落地吗？并不是，是地球向悬空的羽毛和铁球靠近，直到羽毛和铁球砸到地面上。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会同时落地。这里不难发现，所谓的引力并不存在，所以引力并不是力。爱因斯坦的等效原理很好地解释了之前提到的弱等效原理。这就是为什么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同一个物理现象，引力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那么只要等效原理成立，那么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消除引力的存在。而这就是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里所做的东西。所以这一层的等效原理非常重要，因为它将会作为广义相对论消除引力的依据之一。第6层，引力是一种几何效应。其实第3层的牛顿万有引力存在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牛顿假设引力的速度是无穷大的，也就是说引力相互作用是瞬时的。假设太阳现在消失了，我们会在8分钟后看不见太阳，但是我们的地球会立刻感受不到太阳的引力，脱离轨道并被甩飞出去。很显然，
超光速的引力已经违反了因果律。如果我们尝试给万有引力定律施加光速限制，那么所有轨道会变得非常不稳定。这是因为万有引力定律只有在超光速的情况下成立的。第二个问题，牛顿并没有对引力现象的本质做出解释。牛顿只是用公式来描述引力，并且预测天体的轨道。举个例子，当别人问起牛顿为什么两个天体之间存在引力，牛顿回答不了。两个天体之间没有接触，也没有绳子连接着它们，可是为什么它们会互相靠近？牛顿也回答不了。虽然牛顿本人不是很愿意承认引力存在超距作用，但是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只有在超距作用下成立。直到18世纪电磁学的兴起，物理学家在描述库伦力以及磁力的时候用了场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场是能够通过实验具象化的。之后物理学家也索性把场这个概念引入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里面，所以引力场这个概念把超距作用这个问题暂时给解决了。然而万有引力定律依旧没有触及到引力的本质，直到爱因斯坦在等效原理的基础上提出广义相对论，我们才离引力的本质更进一步。刚才第5层提到了引力不是力，既然引力不是力，那么引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这里就不由得提到现代的宇宙观了。在物理学里有4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空间、时间、物质以及相互作用。有了空间，物质才能存在；有了时间，物质才能运动；有了相互作用，物质之间才能传递信息并产生运动。在牛顿的绝对时空观里，空间就像舞台，时间就像进度条，物质就像演员，而相互作用就像剧本，他们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互不干涉。然而爱因斯坦通过狭义相对论把时间和空间统一起来了，形成4维时空，它们不再是互相独立而存在了，而是会相互影响的。所以狭义相对论里有尺缩效应以及中曼效应这2种现象。不仅如此，爱因斯坦通过广义相对论把4维时空、物质以及引力相互作用统一到一起了。爱因斯坦认为，引力是时空弯曲的一种表现，也就是物质弯曲了4维时空，而物质在弯曲的4维时空运动，而这就是引力的起源。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广义相对论所有精华，这句话必然就是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而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因此引力是一种几何效应。其实还有另一种理解方式，假设这里有一个静止的苹果，我们能在时空图上画出这样的直线。在经典力学里，这条直线代表着物体处在最自然的运动状态，是不受外力的。当苹果坠落时，我们能在时空图上描绘出这样的曲线。在经典力学里，这个曲线代表着物体受力并加速了。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如果背后的时空坐标被弯曲了，我们能在时空图上得出一条直线，而这条直线意味着自由落体才是物体最自然的运动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因斯坦通过几何变换把引力给消除了。总的来说，牛顿的万有引力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对引力的理解天差地别。第一，牛顿描述的引力是2个物体之间存在一股神秘的吸引力，而爱因斯坦描述的引力是时空弯曲的表现，这似乎更能解释引力的本质。第二，牛顿版本的引力是瞬时的，而广义相对论的引力速度是光速 c， 时空的涟漪会以光速扩散，所以广义相对论也成功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也成功解决了引力的超距作用问题。第三，万有引力的引力源是质量，
而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源是能量。广义相对论能解释为什么光子没有质量，可是会被天体偏转。这是因为光子有能量，所以光子会被弯曲的时空偏转。因此，广义相对论能预测引力透镜这个现象。总的来说，这一层基本上颠覆了我们对引力的认知。引力不再是一种力，而是一种几何效应。第7层，引力起源于时间。在我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之前，大家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包括你我在内，宇宙间所有的物质都在4维时空中以光速 c 移动。根据狭义相对论，时间速度、空间速度和光速满足勾股定理这样的关系，也就是时间速度的平方加上空间速度的平方等于光速的平方。其实这个公式非常好理解，如果某个物体静止不动，也就是空间速度等于0，那么该物体会在时间维度以光速 c 移动。同样的，如果某物体在空间维度以光速 c 运动，那么该物体的时间速度是0。想必大家猜到这个物体是什么了？没错，就是光子。由于光子在时间维度的移动速度是0，所以光子的时间是静止的。这就是为什么光子是不会衰变的。对于光子而言，从它们的诞生到被吸收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此外，如果我们在空间维度移动的越多，那么我们在时间维度上就移动的越少了。这就是为什么中曼效应会发生。这个公式你可以理解为时间速度与空间速度会互相转换，空间速度越大，时间速度就越小，反过来也是成立的。空间速度越小，时间速度就越大。时间速度和空间速度的这个概念能让我们理解非常多相对论的现象。虽然我们不能在3维空间以光速 c 运动，但是我们都在4维时空以光速 c 运动。就算我们静止不动，我们也会在时间维度以光速 c 运动。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等下就会用到。回到正题，其实刚才第6层提到的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而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这个说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说法依旧是在用引力来解释引力，并没有真正的解释引力的本质。其实这里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弯曲的时空会导致物质运动？当然了，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去想象一颗小球在橡皮膜上面滚动。想要真正的理解为什么弯曲的时空会导致物质运动，先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几何体开始，也就是圆柱体和球体。首先，这里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圆柱体和球体的表面是弯曲的吗？可能这时你认为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当然是弯曲的呀。别急，如果我们把这2个几何体摊开呢？圆柱体摊开后，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平直的长方形，但是球体摊开后，我们得到不规则的形状。从某种意义来说，圆柱体的表面是假弯曲，而球体的表面是真弯曲。用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说，圆柱体的表面属于欧几里得几何，满足平面几何的5条公理，而球体的表面属于非欧几里得几何，不满足那5条公理。而球体其中一个特性就是平行线会相交，这就带来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假设有2个人在地球上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沿着直线行走，他们会发现彼此越来越靠近。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认为存在某种力导致了他们互相靠近，但是实际上力从头到尾并不存在，这种力只是一种假想力。他们会互相靠近，只是因为几何效应。仔细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假想力有2个触发条件：第一，空间本身必须是弯曲的；第二，它们必须在空间移动。也就是说，
只有在弯曲空间行走时才能感受到这个假想力。其实引力也是相同的道理，引力也是有2个触发条件：第一，时空必须是弯曲的；第二，物体必须在时空中移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静止的物体会受到引力呢？假设我们这里有一颗悬空的苹果，我们都知道地球会弯曲时空，所以这里已经满足第一个条件了。让我们接着往下看。虽然静止的苹果的空间速度是0，但你们别忘了它在时间维度以光速 c 运动，所以这里第2个条件也满足了。这就是为什么苹果会受到引力并往下坠落。简单来说，就是静止的苹果在时间维度以光速 c 在弯曲的时空运动，所以苹果才会坠落到地面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苹果的未来就已经被注定在地面上了。这里你也可以理解为地球弯曲的时空导致了静止苹果的时间速度慢慢地转化为空间速度。这就是为什么引力起源于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引力与时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当然了，引力与时间存在的关系已经被引力时间膨胀效应证明了。时空扭曲率越大的地方，时间就过得越慢。让我们对这一层做一个小总结。我们在3维空间感受到假想力，以及在4维时空感受到引力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会感受到引力，也是因为我们有时间速度。第8层，量子引力。其实以上7层的理论依旧是属于经典物理学的范畴。即便如此，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甚至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能非常精准地预测许多天文现象。然而，目前的引力理论完全没有考虑到量子效应，这是因为物理学家统一不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可能这时你有一个疑问：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各自的领域属于非常成功的理论，为什么物理学家非要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广义相对论究竟存在什么问题？第一，在描述黑洞的无穷小起点时，广义相对论会遇到引力无穷大的问题。第二，广义相对论的作用是定域的，而量子力学的作用是非定域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广义相对论里的物质只会对时空上的一个区域产生作用，而量子力学里的粒子是按照概率分布在整个空间的。如果广义相对论像量子力学一样是非定域的，那么同一个物质可以散布在整个空间，并对多个区域产生引力。引力是否能处于量子叠加态也是个问题。第三，两套理论对时间和空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量子力学认为时空是静态，也就是时间和空间是互相独立存在的。对于量子力学而言，空间只是存放粒子的地方，而时间只是用来描述粒子的演化的一个背景参数。而广义相对论里的时空背景是动态的，也就是时间和空间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会相互影响的。所以就有了中曼效应、尺缩效应以及引力时间膨胀效应。所以两套理论对时空不同的解读，导致了它们从根本上无法被统一起来。第四，在四大基本相互作用中，引力是最弱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弱。举个例子，假设这里我们有两个电子并保持1米的距离，我们都知道它们之间会同时受到引力和库伦力。如果我们尝试计算这两个电子受到的引力和库伦力，我们会发现引力的强度比电磁力小约10的负42次方倍，前前后后差了42个数量级。这对于物理学家而言难以接受，这是因为物理学家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引力会那么弱，而且引力这样的强度导致了引力很难与其他相互作用被统一到一起。第五，根据广义相对论，
引力从严格意义来说不算是一种力，而是时空弯曲的一种表现。所以物理学家很难像其他相互作用一样用交换引力子这类的概念来描述引力，这也导致了引力很难与其他相互作用被统一到一起。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量子版本的引力理论来解决以上所有问题。刚才我们在第3层就已经提到了，平方反比定律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空间是3维的。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如果我们的时空是4维以上的，那么引力就会遵从更高次方的反比定律，引力就会衰减得更快。这能替我们解释为什么引力是在4大基本相互作用最弱的。比如在超弦理论中，我们的时空并不是4维的，而是10维，所以引力被稀释得非常快，导致了引力非常弱。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只观测到4维时空，而不是10维呢？剩下6个维度去哪里了？根据超弦理论，剩下6个维度被卷缩到一起了，所以我们只能看到4维时空。这就好比有一只蚂蚁在吸管上面，我们认为吸管的维度只有1维，也就是说蚂蚁只能向前向后走。但是如果我们放大来看，蚂蚁不只是可以向前向后走，它也可以向左向右走。这意味着吸管其实是2维的，只是我们看不到其中一个卷缩起来的维度而已。只有放大来看，我们才能观测到卷缩起来的维度。同样的，我们10维时空的剩下6个维度被卷缩起来了，所以我们观测不到。按照超弦理论的假设，如果我们能放大时空其中一个点，我们就能看到卷缩起来的6个维度。当然了，这很显然是不现实的。不过，我们有一个不是那么直接的方法来验证时空的维度，那就是测量引力的强度。如果超弦理论的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引力理应在大尺度上遵从平方反比定律，在小尺度遵从更高次方的反比定律。换句话说，引力会在小尺度上被稀释，在大尺度上根据距离的平方而衰减。我们都知道引力的强度是由万有引力常数决定的，而这个万有引力常数是可以通过实验测量的。如果万有引力常数会随着2个物体之间距离或尺度而变化，那么就间接证明了高维度的时空是存在的。可惜的是，目前的实验数据暂时不支持这个说法。这是因为当2个物体之间的距离达到微米级别时，卡西米尔效应就会发生，2个物体会因为真空涨落而互相吸引，产生卡西米尔力，而这影响了我们对万有引力常数的测量。虽然目前关于量子引力的理论有很多，但是至少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验能直接证明这些理论是正确的。当然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量子版本的引力理论。以上就是引力的8层理解了。大家对引力的理解是在第几层呢？希望这期视频有让大家更理解引力的本质。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喜欢这期视频就帮忙点个赞，我们下期见。